今天的视频呢，主要是圈子用户的专享视频哈。那么我们会主要探讨3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到底什么是择时哈，如何去理解择时。那第二个呢，就是目前的市场状况下，半导体是否有机会哈？半导体现在到底走到哪里了？然后第三就是我们经常讲说，未来至少3到5年甚至10年呢，是一个大宗商品的超级周期。那么黄金跟白银现在目前到底走到哪里哈？到底什么是择时？那今天呢，我想拿林鹏的文章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选择他呢？如果是现在目前进入到券商工作的分析师他曾经写的书就是这些新的分析师的教材他是属于中国首批的很有经验的策略分析师。那现在也是私募的基金经理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说的择时的问题。好。这是林鹏的采访的实录我想跟大家一句一句的跟你们去捋一遍你看这里主持人讲说他经过15年呢才找到价值投资，然后价值投资的核心就是背后的公司还有安全边际。然后他就问说，那他所遵循的价值投资具体是什么东西？然后林鹏就回答说，其实价值投资是一种理念它不仅是刚才这个主持人说的这2点，还有比如说对冲套利都是属于价值投资然后他后面讲这段话是非常重要。他说呢，他本身呢是做策略出身，所以他有三个工作任务嘛。第一个大势判断，第二个是行业选择，还有主题投资。其中主题投资把股票当做一种符号，不太在意公司基本面和内涵价值，因此与价值投资的基本理念相背离。好，这就是我们经常讲说我们为什么不太去做主题投资其实他也在这个里面讲清楚了所以呢，就是剩下来2个，一个是大势判断，一个是行业选择，是可以和价值投资相结合的。这个是他的看法，他已经基本上放弃了主题投资他不做主题投资。主持人又问说，那你的价值投资跟巴芒还不太一样，巴菲特跟那个芒格嘛，他们是自下而上精选个股，但是他呢是自上而下就是说林鹏是自上而下做，就是从大的方向然后这样往下筛，像一个漏斗一样。那么就有一个大势的判断，那这里就讲到了一个择时的问题。他讲的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其实我也是这么想，但是我一直没有用他这种语言来表达出来。我们今天好好看一下他是怎么讲。我觉得呢，这就是很多人对大势判断的误解。我们所谓的大势判断不是猜指数涨跌，而是比较各类资产的相对价值。好，讲到这里想到了我们经常看的什么？我们经常看的套利 K 线。他讲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持续不断的猜对指数涨跌，没有任何方法，也没有任何人但是呢，不同的资产的相对位置是可以比较的。其实说白了还是我们经常提及的套利 K 线这个是用他的语言表达出来，我觉得非常好还有他讲说他曾经的判断，2019年初的时候他是怎么去找到创业板的一个机会也是通过这种相对位置、相对价值我们讲说，他说呢，我们所谓的大势判断是对整体市场的位置评估，不是去猜未来一段时间该市场的涨跌。我们所谓的大势判断是在股票、债券、商品、外汇和现金之间进行评估，因为钱总归是以一种形式存在的。他其实讲这句话讲得非常好，他说钱呢总归是一种形式存在。他讲是他的投资的基金，要么投资股票，要么就是债嘛，要么就是商品，就你总要去配置嘛，对吗？所以你通过这个相对位置来寻找那个低估的方向，其实这也是我们前一段时间一直反复在跟大家去渗透的。为什么我们会看好商品，是通过这个相对位置，通过套利 K 线，通过超长周期的套利 K 线去发掘它的相对的低估还有它的价值。他有讲说巴菲特的问题那个林鹏就讲说道琼斯在过去120年呢，有8次从顶部下跌超过30%的时刻，然后这8次呢，巴菲特要么就他还没有长大，要么就关掉基金，要么持有大量的现金。那你说巴菲特到底择时不择时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主持人说，其实巴菲特呢本质上也是在择时，只是说呢美股过去120年用于择时的时段比较少，所以呢巴菲特的核心
大部分时间95%以上的时间的核心还是做估值嘛。然后他就讲说大势判断是类似一个神棍的工作，他觉得不是这样子哈。猜最起码未来1个月的市场涨跌，如果是这样，我认为所有人都不具备大势判断能力。但是如果定位于感知季节，这个是有系统的方法论，讲得非常好哈。好，那么我想就是他这篇文章回答的几个问题，基本上已经把什么是择时跟大家讲清楚。所以我想跟大家讲说，用相对位置去判断大类资产的投资价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也就是择时的本质。这个是半导体周期的行情哈。好，我们来看这个半导体的数据哈，这是我今天刚刚做的数据哈，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哈。费城半导体指数就是深蓝色这条线哈，它是股票指数。然后呢，我们看这个基本面，全球的半导体销售额是黄色的线，就市场走在基本面前面，见底比它要先一些，这边差不多，这边也是要先一些，这边也是要先一些，同样的这一轮也是要前面。好，说明什么？说明现在目前半导体的主升浪其实还没有来到，或者说走了1/3。好，我们看这个基本面，中国半导体的销售额呢，其实是跟世界总体上来说大概是同步的。好，所以我想跟大家讲说，从目前我们数据来看的话，这里已经转弯了，不管是基本面也好，还是费城半导体指数也好，其实它已经产生了一个向上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哈。我也想跟大家提示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关注一下怎么去甄别哈。我们常说的周期位置，就比如说我们要研究半导体呢，其实它不是一个一级行业，怎么去研究它？怎么去看我们的数据？当我们看到任何一个主题投资也好，还是别人跟你讲的什么方向也好，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就是要去定位它到申万一级行业去，就是31个行业分类，就是 A 股的31个一级行业分类。好，然后定位去之后，我们把这31个一级行业的周期位置搞清楚，我们就知道了现在它走到了哪里，它可能会往哪个方向走。好，这个我们之前的视频是有讲过的，如果我要是不明白的话，建议回去再看。那我们在讲黄金跟白银之前呢，我们先分享一个技术方面的小知识。那长期关注我的读者肯定知道，我一般很少去分析技术哈。为什么？因为我们主要还是做跨周期投资，后面我会逐渐的引入一些技术的知识给大家，是因为我们将来将逐渐的过渡到不做股债平衡，我们要做股商平衡，就股票跟商品的平衡哈。为什么？因为从大方向看，未来是超级周期，就是商品的超级大周期哈，这个我们讲过，可以看我们其他的视频来复习一下。当我们去做商品的时候，我们会用技术方面的东西来辅助我们去做判断。为什么？因为商品它没有像股票一样的估值或者什么，所以用技术来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行情。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不排斥任何一种方法去辅助我们周期的策略，但是我们主要基于还是周期的策略。好，我们看啊，什么是茶杯形态？叫 cup and handle。它就是在一个下跌的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这样底部的整固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哈，然后再往下走啊，调整，然后再往上颈线，看到吗？这里有根颈线，然后超过这根颈线之后突破之后，我们就认为这个茶杯形态已经形成了，这是一个底部的典型的一个形态。好，那么在说了这个小知识之后呢，我们就来看一下现在黄金跟白银是怎么回事哈。好，我们来看一下黄金的走势，看这里是不是一个茶杯的形态哈？这里是那个把手。那么我们看哈，现在目前黄金就在这个位置不断的震荡，所以这里有一根阻力线哈，这里有一根支撑线，它就在这个位置不断的震荡。所以现在目前呢，我们就密切的关注哈。但我能理解，就是很多朋友还是怕它会短期的这样来回调哈。但我觉得是这样，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们看的是长期哈，我们看的是这种，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哈，林鹏刚才说的这个话，我们看的是大类资产的相对位置。我们先看一下黄金跟标普500，你看它这个位置。黄金除以标普500的位置，然后我们看
黄金，这是黄金跟整体的经济放出来的钱的位置。MR 我们是用一个大的方向上来去判断它有机会，然后我们用技术来去做辅助分析。我们看这个黄金啊，所以呢，从我的角度来讲说，如果你要是真的害怕这个位置会有波动的话，我建议呢可以用定投的方式。我们再来看白银，白银呢其实本质上就是这一条线非常非常重要哈，这一条是12年的一条阻力线。其实我们现在就差临门一脚哈，一旦要是上去了，那么也可以讲白银的行情也就形成了，大概在25块钱左右哈，我们可以密切去观察它。说如果说你确实是看好这个方向，你想要去做的话，可以用定投的方式，就在这个位置哈，或者是说你等它突破之后再做。我们可以看一下白银跟其他方向的对比哈，看白银跟标普500。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说，或者说我们很容易的就能够看到，白银其实跟黄金相比，它的相对位置会更低一些。好，那就今天就先分享到这儿，然后欢迎大家有问题在评论区里面一定要提问，然后我会针对你们的问题给你们录制视频，给你们解答。欢迎点赞订阅我的频道，主页更多精彩视频。